德国重量级冠军顶牛挑衅中国农民大哥，愤怒的农民大哥直接一拳打出了将近500公斤的力量，震惊全场，吓坏众人，就连美女主持人惊讶的都合不拢嘴。刚才那位农民大哥可不是一般人，他叫阎锡波，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比赛的时候就回家种地干农活，老实巴交的外表下，阎锡波却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拳坛猛将，尤其是面对来华挑战的日本人，战力不详，遇日则强，曾在擂台上一拳打碎日本冠军5颗牙齿，总共用16秒钟。这场比赛被誉为21世纪最佳 KO， 阎锡波也因为这场比赛一战成名。要说谁打日本人最狠，阎锡波称第2，那么将没有人敢称第1。偏偏有不怕死的日本狂人来华挑战，非要试一试阎锡波的拳头究竟有多硬，是日本人的脑袋硬，还是阎锡波的拳头硬？想必在视频开头大家心里都有数了。一拳将近500公斤的力量足以打死一头牛，更别说一个日本人的狗脑袋了。他叫立石玉善，来自指甲盖般大的日本小岛。自从获得空手道冠军之后，这家伙狂的就不知道自己谁是谁了，并扬言会在第1回合内啃死阎锡波。不愧是日本狂犬，果然有潜在的狂犬病。阎锡波要是不把这家伙的牙齿打碎几颗，恐怕立石玉善还是会瞎咬人。比赛才刚开始，日本狂犬就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仅仅用16秒钟，立石玉善就被打碎了5颗牙齿。这下阎锡波彻底让这位日本狂犬闭紧了嘴巴，看他还敢不敢再到处瞎咬人。一上来啊，这个立石玉善就有一个飞膝，而转为这个飞扫地，击中了阎锡波，然后阎锡波倒地之后马上站起，可以说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地面砸击 TKO 了立石玉善。我们已经等不及，但是这个不是6秒，是3秒。我这一拳打上去的时间只用了3秒，看着对不对劲，接不接起？可能刚才那一幕很多人都没有看清楚，接下来给大家播放一下慢动作回放，近距离看一下日本狂犬的牙齿是怎样被打飞出去的。这个 KO 是和这个迎击拳，其实这个膝是打到阎锡波了，而且大家看到阎锡波是直接的后手的迎击拳，直接把立石玉善打倒在地。这一次实力让日本官方勃然大怒，于是便派出了曾沃英将来华挑战，还声称地面和站立随便阎锡波挑选，不管挑选哪一个，阎锡波都逃脱不了被他 KO 的命运。也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的狗杂碎，竟然敢如此大言不惭羞辱中国勇士阎锡波。低调的阎锡波并没有给这家伙一般见识，到了擂台上，曾沃英将进攻欲望很强烈，直接逼近阎锡波内围做动作。看来这家伙真是一位站立兼地面双修的选手。双方现在开始在斗这个站立，这是综合格斗的比赛，这个双方可以站立，也可以在地面。可惜遇到阎锡波，将会成为曾沃英将一辈子的阴影。连续的重拳扑面而来，最终曾沃英将顶不住了，倒了下去。要不是裁判拦着，曾沃英将的狗牙齿也会被阎锡波打飞。阎锡波回来了，回来了！阎锡波中原飓风再次刮起，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就在眨眼之间，赛前说大话的日本狂犬就被打服了。咱们再来回顾一下慢动作回放，不然看不清楚阎锡波的英勇表现。连续的这个组合拳，毫不犹豫摆拳。虽然中日之间曾有过不愉快，那都是往事了。身在和平年代，我们应当牢记历史，勿忘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擂台上，你不仅代表队，更是代表中国。接下来这位日本选手真是把不知死活4个字体现得淋漓尽致。常年在日本打比赛的天草四郎根本就不相信中国有能人，在他的认知里，中国人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起眼的东亚病夫而已。前面2位日本冠军失利，只能说阎锡波的运气好，还声称会在1回合之内诛杀阎锡波，不然就当场剖腹谢罪。阎锡波要是不教训一下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那以后还怎么在擂台上混？阎锡波可是出了名的凶狠，一上来就给观众来了一个十分亮眼的高扫踢，其后天草四郎就把阎锡波带入到了地面缠斗，被压制的阎锡波丝毫不慌。现在天草四郎是处于上位，积极的过腿，阎锡波处于下位，非常积极的防守，爆发力非常的强。双方啊，在这个时候在缠斗的这个环节，比赛刚开始，双方身上都还没有出汗，所以说对双方的这个缠斗呢，也是非常大的考验。我现在感觉到阎锡波呢，他不同于
其他的中国MMA选手了，但力量。别看阎锡波是在被压制，其实天草四郎一次重拳都没有少挨。面对阎锡波疯狂的反击，天草四郎貌似有点招架不住。天草四郎的非常犀利的过腿，现在把阎锡波狮子裤，而且主动倒地的这个狮子裤。但是阎锡波没有了，扭转局势的阎锡波直接就拿到了上方压制位，其后将比赛局势带入到了战力对拼。出身农民的阎锡波，拳头的力量非常庞大，面对天草四郎的重拳出击，阎锡波依然会拿着拳头往死里打。他往甩倒，而且挤在了龙边。天草四郎属于下位，被动防守，但是看起来比较冷静。现在是下位想使用十字步。阎锡波这个时候可要小心了啊，因为天草四郎的这个地。阎锡波发怒，谁也拦不住。处于优势位的阎锡波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继续稳于现状，等待一个合适的进攻机会。然而天草四郎的反抗能力还算可以，最起码在混乱的场面中拿到了阎锡波一条胳膊。不过阎锡波很快就化解了此次劫难，把天草四郎挤在了龙边。天草四郎现在是靠着笼子，然后企图是想站起来。阎锡波继续的站立的砸拳，砸拳，砸拳。天草四郎拿到绝对击打位的阎锡波开始对天草四郎实施毁灭性进攻，连续的重拳打得天草四郎鬼哭狼嚎，幸亏裁判反应及时上前扑救，不然这家伙的狗脑袋也会保不住。阎锡波在重庆，阎锡波在昆仑决，重庆的龙洞实业在江南体育馆再次验证了自己。日本选手被 KO 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咱们来观看一下慢动作回放，究竟发生了什么？裁判竟然直接飞扑上去营救日本选手。30岁的老将，这场比赛太精彩了。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红方选手在第一回合2分01秒 KO。第4位日本选手演绎了什么叫不做就不会死。本以为30岁已经到了打拳的最高年龄，殊不知这位日本选手却已经38岁了。对比之下，30岁的阎锡波显得特别年轻。年轻人就该干点年轻人该干的事情。比赛刚开始，阎锡波的进攻欲望很强烈啊！刚才就是吃了对手一下。我们刚刚在刚开局的时候说这个日本选手为什么在护膝和护脚踝呢？实际上现在在一些MMA 比赛当中有一个潜规则，如果你受伤啊，你就尽量不要来打比赛，因为原则上你有了一定的伤情，你怎么可能发挥出你的好的技术来呢？对，这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也有点不太负责任。经过一系列出拳，俩人来到了内围对抗。38岁的拳坛老将不会去养老，来中国拼什么命呀？是真不知道阎锡波的残暴，还是假不知道？别看现在比赛场景风平浪静，真要是动起手来，眨眼之间上山之小就会灰飞烟灭。不以下的控制，推着脸，使劲推着脸。龙边这个日本选手是抱了一个单腿，然后把阎锡波顶在龙边，但是阎锡波呢就连续的就打击，这击很重，就我们这边也能听到砰砰在作响啊。是。好的，这下防摔做的不错。就这样的，不着急，就这样打。两腿往后支撑，不让对手能够抱住。在这个位置进行连续的击打，对手现在在这个位置，对，这样即便是抱到了阎锡波的上山之小，总算拿到了一个筹码，一直抱着阎锡波的大腿不撒手。不知道的还以为上山之小是个狗呢，咬住人不知道松口。不过利用自己的力量，慢慢站起来之后，再将对手压下去。你看刚刚这时候对方这个重心啊会被阎锡波的这个身体重力给压住，但是还是很有力的一个选手啊。连续缠斗，我们看他刚才将自己脑袋的位置从阎锡波的腹部移到了即便上山之小拿到了阎锡波的大腿，那又如何？还不是被阎锡波牵着鼻子走。只要阎锡波挣脱上山之小的限制动作，那么等待上山之小的将会是毁灭性击打。好的，绕出来了又。这个位置现在只抱了一条小腿啊，有很好的位置进行攻击。这阎锡波的打击还是很有力度啊。好的，双腿都逃了出来。逃出升天的阎锡波直接拿到了上山之小的背部，
此时上山知晓手中丢失了唯一的筹码，那么等待上山知晓的将会是长久的睡眠。幸亏上山知晓拍手投降的快，不然阎锡波必定会送上山知晓面见他们的天皇。勾住对手，还把这个另外一只手给勾了进去。哦，完成这个漂亮的裸脚动作。哇，刚才那个裸脚啊，是细节上把握的很不错。是我刚刚我还在想，在一瞬间的时候，手进去的时候说，哎，因为在笼边，这时候对方选手因为腿比较长，有可能靠笼子做一些技术。对，对方还没有来得及做动作的时候，阎锡波已经把这个裸脚动作给做实了。而且他刚才那个裸脚啊，他的右腿不但锁住了对手的大腿内侧，还把对手的另外一只手臂。阎锡波真乃男子汉士也。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抗日英雄阎锡波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